哇，这个值得赶快来讲一下。OK， 好，大家应该都有在我的社群看到，那我们今天就来细讲一点。最后我也会来讲讲我的看法。那我们来分成几个部分，先从这个爆料者，然后和这个流出来的图，我们来分析一下。那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记得帮忙按赞，还有分享影片咯。OK， 在 Twitter 上看到这几张 iPad Air 的说明书文件。那首先说，以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仿冒消息啊。那我记得有包装盒啊，然后有说明书啊，有网络上的教学影片等。因为之前的都还蛮轻易被看穿的啦。如果你从它文法、设计图的样式、设计语言，还有它就是整个的调色，基本上都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一次这一张是从一个我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个爆料者齁，但我后来去看他之前有爆料的东西啊，一样是没有什么很多人按赞或是理会他。可是如果真的去对照他先前所爆料出来的日期的话，我发现他真的还爆料对了蛮多东西，那甚至比很多其他的爆料者都还要早先讲到这些东西。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他的记录算是还真的蛮不错的。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说明书的设计齁，因为它里面使用的是西班牙文的，那所以在用字啊还有文法方面，我很难判断它的正确性。但是在字形方面啊，还有字跟图的间距啊，都看起来很真实。那比对我手上这边随便拿一张这个产品说明书的图齁，其实整个设计都是完全符合的啦。然后连这个纸张这个圆角、这个切角的设计啊，这边。因为苹果现在整个产品线都是走这种设计语言，不管在软体和硬体上面，所以就连这个部分也一模一样。然后连里面使用的这些绿色箭头的部分也都是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有很多案例拿来参考，那如果要作假的话很容易。但你知道，如果要去印一张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你印完还要修那种圆弧边角，我觉得这样也有点太费工了啦。况且这样的爆料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什么经济效应，对不对？好，我们讲到经济效应，你们知道怎么样是没有经济效应吗？就是当你为了贪小便宜，然后误以为订阅制的东西都是在骗钱，然后最后发现你自己其实是个多花钱的傻子。我不是在骂你们，我是在骂我自己。这一年来，我因为工作的需要，花了约1万台币，就是300美金，在一堆 apps 上面。没有，这不是游戏的储金，我要养小孩，我没有那么奢侈。后来我发现，我买的这几个 apps 里面，在 Set Apps 里面都有提供。所以如果我1年前不自作聪明的话，我直接订阅 Set App 的话，那我到现在可以省下180块美金，所以大约是5、6千块台币。那这样等于什么呢？大约为一台 Apple TV、一副 AirPods、一颗 Mac Pro 的轮子、一张1个 TB 的 SSD 加上 ROG 的外接盒，对，1个月只要10美金，290块台币，你就能合法使用100多种功能强大的付费 apps。我会放链接在下面，那如果你们多去点的话，就会让厂商觉得我很燥，所以 no pressure，OK？好，那再来我们回来讲讲，就是从爆料出来的硬体功能上面，为什么让我觉得真实性还蛮高的，而且还多了一个大亮点，就是指纹解锁。先来讲这一次流出来的跟先前讲到的吻合有几项，来比对一下。OK，iPad Pro 的设计语言 check， 单颗镜头 check， 主功能键移除 check。会有智慧连接点 check， USB-C check， Touch ID check， 然后萤幕尺寸的话10.8或11寸，我觉得这样算是合格吧。然后目前还有几个部分在说明书上还看不到，但有一些爆料者事后有提到，那就是支援 Apple Pencil 2， 然后里面的晶片是 A14 晶片。哇，如果真的是的话，那现在的 iPad Pro 就有点小尴尬。然后还没有确认的就是萤幕的刷新率，那我希望有120Hz， 但感觉几率不大。还有喇叭的部分也不太确定。那现在来细讲一下这个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 Touch ID。那说明书上面说的是在开关的按钮上面。那如果是真的，那这个就是 Apple 第一次放 Touch ID 在这个开关按钮上面。Well Mac 上面不能算。那这个背后的意义我觉得还蛮大的，因为先前苹果说会慢慢远离 Touch ID， 那为什么现在在这个设计上明明也能放上 Face ID 却没有？只是单纯为了省钱啊，还是为了跟 iPad Pro 做等级上的区隔，还是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苹果改变想法？先前在谈到新世代的 iPhone 上，很多人都说就不要去妄想 Touch ID 有天会回归，因为这也是苹果自己对媒体的说法，他们多次强调他们不会走回头路。但当然这都是在疫情之前的事。那 Tim Cook 的苹果跟 Steve Jobs 的苹果就是很不一样，除了他很积极参与比较多的社会议题之外，还有他比较会顺应时事，还有倾听消费者的意见。像 MKBHD 在2个多前对苹果提出一个建议，那在最近的 macOS 的 Beta 里面就看到这个新功能出来。然后我前几天有拍这影片讲到我觉得最完美的解锁方式，但那支影片还没有剪好。在那个影片里面我就有说到，我认为2个并用，然后在这个疫情的环境下是对大家比较方便，然后也会降低传染的几率，所以我必须说我自己是很希望看到。好，那最后来讲讲我的想法，要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没人在意。那我要老实说 iPad Air 其实是我先前一直没有在追的啦，那焦点都比较放在 iPhone 啊还有 on Mac 上面，但
但这一次流出的间谍照，我个人觉得真实性很高。当然我有可能会错，但是看到这样的设计，可以搭配 Magic Keyboard、Apple Pencil 2，说真的，连我都觉得很心动。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晶片，会不会真的是搭配 A14？那 A14会不会抢先在 iPhone 12之前出现？因为如果没有真的搭配 A14的话，我觉得吸引力对我而言就会小了一点。但如果真的有的话，那苹果可能就要尽快更新他们的 iPad Pro 了。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样的等级差距其实还算大，那是不是还是可以保留11寸的 Pro 呢？因为毕竟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比较偏好11寸的 Pro， 但可能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主要客群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想再问在等的大家，看到这样的设计的感想是什么？要搭配到什么等级的晶片才会想买？那价格大概要在什么区段才比较有吸引力？所以也希望你们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你们的看法。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大致上快点分享这个 iPad Air 的新消息。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兴奋的，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好，那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咯。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